你说它微软投广告，它对吗？对吗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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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丹岩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一周科技盘点。过去一周里边呢，我们全军覆没哈，今天好不容易恢复回来一点点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保重身体。看见我呢，就意味着你长了2周岁。2022年就要过去了，终于过去了，是吧？来吧，看一下同学们，你给你过去的2022年打一个分数，满分100，你打几分呢？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这2022年最后一周里面科技圈又发生了哪些让人无语的事儿啊！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，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；如果觉得主播瞎编，你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。我们下面开始。这里我们先来看 iPhone。为期1年的 iPhone 15预测啊，已经开始了2个月了。那下面咱们抓紧来瞧一瞧啊 ，iPhone 15它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早前咱们给大家预测过 ，iPhone 15呢将会改回到圆润的外观。那之前 iPhone 12、13、14啊，全都是这种平直的外观。坦白讲，我自己觉得呢是不太好的啊，就是看起来很帅，但是呢摸起来这个手感比较差，特别是 Pro Max 系列呢，就单手握持起来就根本就没法一个手玩，基本上就得2手来用。那从15 Pro 呢将会改成这种非常圆润的外观，4周的2角呢进一步的增大，整个的背板呢有大面积的弧度，而且呢在镜头圈的位置呢也去掉了原来的垫板的部分。大家说一下啊，满分100，你觉得 iPhone 15 Pro 这个外观圆润的设计，你打几分呢？除了外观之外呢，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呢，苹果的下一代处理器将会采用3纳米制程啊，全新的3纳米制程。那这边呢，台积电全新的3纳米工艺目前已经上马。那对比之前的工艺来说呢，全新的3纳米工艺会进一步的降低功耗啊，这也是苹果最近2年所追求的啊，就是性能方面提升不多，但是功耗有望降低很多。下面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印象当中苹果的商店里边的可以被称作祖传产品的啊，祖传单品的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3、2、1，我们来公布答案。答案就是这一款苹果的全新兔年限定版本 AirPods Pro。那有朋友说，你这 AirPods Pro 才几年呢，有什么资格称祖传产品呢？可不是我说的啊，人苹果官方这么说的。为了农历新年推出官方设计的祖传单品来了，这可不是第三方设计的，官方设计的一个神奇的小兔子。对于这个设计，满分100，大家打几分呢？这就是由苹果官方所设计的小兔子在小兔子特别版。去年是小胡子啊，今年是小兔子，过2年就会来一个小龙。好，我们继续。马上来到2023年的上半年，最受关注的旗舰机型之一，肯定就是华为的 P60 系列。那目前网上已经有它的保护壳出现了。这保护壳呢，外观上面挺神奇，它是1大2小啊这样一个结构。那这个结构的话，华为以前应该是没有采用过。那由此可见，今年的 P60 啊，很有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设计。过去几年，我们看到 P60 上面呢有很多比较经典的设计啊，比如说双环设计。复古相机的感觉还是很漂亮的。那今年的这样一个设计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只看保护壳，如果你还推测不出来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爆料博主给出的高清渲染图。满分100，你打几分呢？这就是全新 P60 的爆料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个人觉得在辨识度方面还是比较高的。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，Mate 系列是居中设计，连续几代啊都是如此。而 P 系列呢，则是居左设计啊，在方寸之间还玩出了这么多高辨识度的花样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边的 P60 和 Mate 50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喜欢 Mate 50打一个50啊，喜欢 P60打一个60。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来看小米，2022年12月30日生效的小米全新高级管理人员委任状，卢伟冰从即日起晋升为小米集团总裁，且兼任小米集团国际业务总裁，同时管理手机部、生态链部、大家电部、中国区和印度区。首先，让我们恭喜卢总，恭喜卢总！在小米官网上，关于卢总的个人履历：2019年进入小米集团
19、20、21、22，4年时间成为国际500强总裁啊，怎么样？大家觉得卢总这几年在小米干得如何啊？满分100，大家给他评一个分数吧。不得不说啊，卢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工作履历，这上面都是来自于小米官网啊，上面没有任何的避讳，一项一项写的都非常的清楚。你可以看到，首先9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09年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。从98年到07年担任康佳通信销售总经理，08年到10年担任北京天宇朗通海外事业部总经理，10年到17年担任金立通信公司总裁，17年到18年担任深圳成一科技 CEO，2019年直接进入小米集团。应该说履历比较的清楚，一直都在手机行业第一线战斗。98年毕业，22年成为国际500强的总裁，应该说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儿。好，那来问大家一下啊，我问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咱别说那些商业上的了，你们猜一猜，这个卢伟冰卢总和雷军雷总他们俩谁的年龄大？怎么样？是不是一个没曾想过的问题？觉得卢总年龄大的啊，打个1；觉得雷总年龄大的打一个2；觉得他俩年龄相仿的打一个3。1、2、3，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好，我们来公布答案啊。首先呢，官网写的非常清楚，卢伟冰47岁，雷军52岁啊。雷军比卢总是大5岁啊，所以是雷总年龄更大。好，那不得不说啊，卢伟冰啊，卢总进入小米之后呢，负责 Redmi 这块啊，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过去几年呢 ，K 系列呢被誉为旗舰守门员啊，每一代产品都有着相当出色的销量。今年呢，也是 K60 系列刚刚发布。那说到这里啊，我觉得这个 Redmi 在更名之后有一个小遗憾啊，它没有中文名字。有同学说不对呀，Redmi 的中文名不就是红米吗？注意，你如果在小米的官网去搜红米，你会发现没有啊，这里边就是小米和 Redmi， 并没有红米字样。所以这个 Redmi 呢，它本身也是一个组合词，英文和拼音的组合词。那看到这里，聪明的网友，咱们不妨给这个 Redmi 起一个中文名字吧，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我劝你们啊，不要起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啊，咱们起名一定要信达雅。Redmi 中文名字一定要承载冲击高端的重任，是吧？拿出来一定要让大伙儿都觉着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有点高端的意思。既然大家都这么含蓄啊，不如我来啊，我给你们起个名，你们感受一下。首先呢，咱们说 Redmi 啊，要冲击高端，那必须得品质为先，最好啊，这个品质呢像金子一般的能发光，歘歘歘歘歘，所以啊，最好带一个金字儿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还不能脱离小米，咱们不能忘本。小米啊，是一粒儿一粒儿的。我个人感觉呢，咱们就给 Redmi 起这样一个中文名字，既有品质感，又不忘本。金色的啊小米粒儿，金粒儿怎么样？大家觉得这个名儿如何？满分100啊，你打几分？怎么样？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小米集团的同学们，是吧？你们当回事儿是吧？往心里去。我给人起名都是收费的啊，给你们起个名免费，要不要？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吗？还有，如今呢，各大厂商都推智能手机，都不强调打电话功能了。我觉得这样不好啊！你这手机还是得打电话嘛。那我觉得应对2023年的金粒儿旗舰机型，不妨啊，咱们就叫金粒儿语音王2023啊，怎么样？你看这个一定大卖。雷军表示，明天来上班，明天。卢伟冰表示，就坐我对面。再客气，太客气。金米粒儿立天下啊！来问大家一下，你家里面的电视是多大尺寸呢？可以打在弹幕上看一下同学们的情况。逢年过节啊，回家肯定得囤点电视啊。那如今电视是什么价格了呢？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那么目前的热销款电视啊，70寸的小米 EA70 已经降到了2199元啊，而且有现货。哎呀，不得不说呀，70寸电视啊，降到2000档，大家觉得还有没有下探空间了啊？觉得有打个1啊，觉得不可能，这已经到底了，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但是这个，我看有同学们弹幕说这个就瞎编啊，媒体就瞎编，你这毕竟是2200啊，对吧？相比较2000，那还贵200块钱呢，这怎么能算是2000档呢？别着急啊，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。Redmi A70 70寸1999元，怎么样？这回是2000档了吧？
有同学问啊，这个为啥便宜啊？因为这个是金立儿，Red 比的是吧？金立儿电视。这里边呢，咱们也不能光看尺寸，光看价格，还是得呢稍微看一看配置。这台机器的配置呢是 1.5G 的运存加 8G 的存储，1.5加8的配置组合。大家觉得这个配置怎么样啊？有弹幕表示啊，原来如此，1.5加8啊，这啥也干不了啊，主播，你可别说啥也干不了啊，放个广告应该是绰绰有余。不要尬黑啊，不要尬黑，不光能放广告，我觉得能放个投屏也是不错的。再说容易被拉黑啊，咱好好说啊。70寸来到了2000元档，个人觉得呢确实挺有吸引力的。哪怕我拿它当个投屏显示器，我那显示器都比这贵啊。这给大家一个价格参考。来看本周大事件，微博啊本周发布公告，将全资收购新浪。我重复一下，新浪微博将收购新浪。多家媒体采访微博高管以及新浪高管啊，那微博回应呢，本次收购啊，并不涉及管理变更啊，但无所谓啊，反正是收购了。如今呢，陪伴了我们那么多年的新浪啊，终于变成了前浪，被微博拍在了沙滩上。来问大家一下啊，这个如果有人问你微博收购新浪，它到底是啥意思？你怎么样用浅显的方式给它解释清楚呢？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，这里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是啥意思啊。这个微博呢，本来是新浪的全资子公司，但是呢，这些年大家看到这个传统的门户啊，像新浪啊、网易啊这些传统的门户呢式微，没什么人去看去了，广告收入呢是越来越低。而微博这边呢，天天热搜，是吧？明星老离婚呢，不是出轨就是找小三儿啊，那股价日撩，现在是特别有钱。所以现在呢，等于是这个微博收购新浪，我看一下大家伙怎么解释啊？相当于金立收购小米，过不去了是吧？过不去了啊！还有什么？相当于微信收购腾讯，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一句话帮助你理解什么叫微博收购新浪，就相当于苹果收购了锤子。理解了吗？罗老师表示误 Q 啊，误 Q， 相当于咱们大家策收购科技美学。本周啊，根据工商变更消息，吉利的全资子公司正式收购余下的股权。那么创始人黄章呢，彻底退出了原魅族的股权结构。不管你是否喜欢或者认可黄章，但是过去这10多年的时间，在中国的手机市场上面啊，魅族呢确实曾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回忆。那如今呢，黄章也完全离开了原本的魅族科技，应该说还是让人颇为感慨的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过去了。以后啊，我们可能也再也看不到黄章去打磨魅族手机了。那盘点过去这10多年啊，大家给黄章的魅族生涯打一个分数吧，满分100，你心目当中可以打几分呢？未来啊，期待吉利能让魅族重回巅峰。过去这2个月啊，牵动全球人民心脏的啊，毫无疑问是世界杯。那如今呢，世界杯过去了，来问问大家哪个事件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呢？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这阿根廷捧杯啊，这咱就不多说了啊，咱们说点和科技相关。我觉得呢，本次可能给各个队造成最大困扰的就是电子鹰眼系统的引入。这个不是原来简单的那么一个判定啊，而是一个全新的毫毛级别的判定。就比如说最后赢得冠军的阿根廷，在首场比赛对沙特的时候，光进球就被吹掉了3个，就是因为这个电子眼的判定越位。那这个越位它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它和传统的 VAR 还不太一样，它是一个虚拟视效的呈现。就是当这个球踢完之后，如果判定越位了，通常呢是要等待大概半分钟左右，那么现场的视频裁判组才会给出这么一个画面，就是你这个人并不是实拍画面，而是通过 AI 计算出来的虚拟人物。那当然这个虚拟人物那越不越位就会非常精准了，哪怕你越个肩膀他也看得清清楚楚。而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回都是这个球员都进完了球，都上场边都庆祝完了，球迷都欢呼完了啊，他隔了1分钟了，这边才告诉越位了。你说这是白高兴了啊！我就想说，你下回你这个技术能不能稍微快点？我越位了，你当时吹是吧？我就不庆祝了，我就不费这劲了啊！所以呢，这个技术是好技术啊，就是有点慢。这下回最好是稍微快一点啊！你可以看到这个连球里边呢都有大量的传感器。
另外呢，电子鹰眼系统呢会对所有的人啊、场上的运动员呢进行动态捕捉，这就你可以看得出来啊。所以那个人是根据这些骨骼捕捉出来的，并不是真正的实拍去判断的。所以呢，最终其实算是一个虚拟画面。哎呀，不得不感叹呐，这个阿根廷这个第一场比赛还真的是挺可怜的。本来呢是一个 sport 啊，就是运动游戏，生生的让他给玩成了肉鸽游戏啊，啥意思呢？进一个球不算啊，重新踢；进一个球不算，哎，再重新踢；又进一个球还不算，再重新踢。你这变成 roguelike 游戏了，你这，所以这个科技啊，还是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目前来说呢，还不是太成熟。看完了科技带来的尴尬啊，咱们再来看点好消息啊。微软呢已经有明确的计划，下个月也就是1月份将会在微软的 Windows 11商店里面，包括 Bing 搜索当中投放更多的广告。那么投放广告的位置呢，非常的简单啊，就是在 Windows Store 商店当中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装你 Windows 11就是为了看你这广告。你说你这个 Windows 好的不学，去学你 UI 啊？怎么想的？再说了，我们UI 我们对吧？我们是免费的系统啊。你这个 Windows 你要是也免费，我也勉强可以支持你抽点广告。问题是你的 Windows 你不是收费的系统吗？你说它微软投广告它对吗？对吗？当然了，这里边咱们也不能老去吐槽，都是商业社会，我们也是商业系统，赚钱嘛，不要脸，不寒碜，不寒碜。哎呀，来问大家一下，年度最佳游戏是什么呀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，我猜多数人都知道是吧？老头环。但是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游戏它也是个商品，还有一个维度评判最佳游戏，就是卖的最好的游戏。那么一年一度呢 ，Steam 呢也公布了在2022年度里面，在 Steam 上面销售额排名前10的游戏。咱们可以大家看一下这份榜单，有 Apex 英雄、使命召唤、现代战争2、CSGO、命运2、DOTA 2、消光2、艾尔登法环呢只排名第7。这里还有国产游戏永劫无间啊，这网易要说挣钱那还是对吧？还有刺激战场啊，刺激战场没了。PC 圈呢也有好消息 ，AMD 呢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飘，是吧？推出那个产品是一个比一个贵，所幸呢它醒悟的还比较及时。之前上市的旗舰处理器 R9 的 7950X 呢，目前也是降价啊，降的还不少，但是和它配套的主板比较贵啊。最新消息显示呢 ，AMD 呢可能会新推一批主板啊，去掉 PCIe 5.0等一些功能啊，以达到降价的目的。我想跟这些厂商说呀，你就别砍掉这些功能了，你就直接降价呗，你还砍了干啥玩意儿啊？一点也不会做人，你就直接降价2000是吧？我 AMD 还是 yes。你现在你砍掉一堆功能，你再加2000，那你降个什么劲儿呢？网友跟你说 AMD yes 那个意思，主要是敦促隔壁的英特尔啊，赶紧是吧？你心里有点数啊。来看车圈，本周是广州车展，那么魏牌呢也推出了他们全新的旗舰 SUV， 这个名字啊叫蓝山，就是蓝山咖啡那个蓝山。大家觉得这个外观满分100，你打几分呢？这是魏牌推出的大6座智能 SUV。有同学说这个蓝山是个啥意思啊？这个给不太了解魏牌同学呢，简单介绍一下啊。魏牌过去这2年就跟咖啡干上了，咱们看看魏牌目前旗下的几款车的名字。摩卡、拿铁、玛奇朵，那你这咖啡对吧？这一个接一个的，那没说的了。喝完这仨咖啡，那接下来就是蓝山咖啡嘛，就这么来的。大家觉得这个拿咖啡当型号的名怎么样？那我觉得蓝山后边那肯定是星巴克了，再来个纯电型号瑞幸，就都齐了。还有呢，我是觉得这个蓝山吧，大家伙可能不太熟，不像星巴克那么好记，不如咱叫牛栏山。中国风嘛，对不对？科技不无聊，主播来吐槽。如果呢还想看到主播，欢迎点个赞，要不然你下周大概率就看不着我了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又来到了上电视环节。上周科学吐槽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蔚来马上要推出蔚来手机。那有网友表示啊，蔚来手机的卖点会不会是可以换电呢？蔚来看了表示，就照你说的办。上周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了特斯拉呢正式推出了车载游戏业务啊，可以在特斯拉车机上面玩 Steam 游戏。有网友表示，接下来我们就在特斯拉上面安装 One Paper
你是懂游戏的。有网友表示，下次你就放一个录音在那儿，镜头前面把猫放这就行，看你这么多年早就看腻了，我们要看猫。前段时间咱们给大家开箱了华强北 Apple Watch Ultra， 售价175，相比较于苹果原厂6500啊，差价呢足足有35倍。那么有网友给我留言啊，说这个印度公司啊开卖山寨版的 Apple Watch， 售价呢是336元。那我觉得呀，这个可能是这个印度公司，这明显就是暴利啊，哪有这么贵啊？336，这也太贵了。欺负我们印度网友看不着咱们大家测节目，是不是？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印度网友，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华强北 Apple Watch， 功能非常的强悍，不管测什么玩意儿，不管是测心率、测血压、测温度，贴上去 0.1 秒就出结果。而且呢，买1送8，送5条表带，每一条表带那官方都是卖700块钱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这个表的售价非常的便宜，175。你们那边的公司卖300多，我们只卖175，什么叫良心呢？广大的印度网友，你可以找我来代购啊，官方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，175美元，主播我绝对不加你1分钱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良心，我来给你代购，我还包邮呢，国际线包邮，包邮到你们印度古吉拉特邦。觉得主播良心可以打186，咱们印度见。